說了你可能難以置信，已經突破20萬人口的淡水，人口已經是汐止和樹林的規模，但是境內完全沒有一條高架快速道路，只有一條連外道路，最小的車道還只有2線道。等了將近40年，淡江大橋終於要通車了。通車前，你此生有4次的機會可以躺在橋的正中央拍照，真的是機會難得。今天看到影片的你，4月25和4月26還有2次機會。就在剛剛，我發現一件事情，現在你只要打開 Apple Map， 你就可以看到淡江大橋，它已經畫在地圖上面了。而且重點是，你現在可以直接使用 Apple Map 去導航，然後導航的建議就會出現淡江大橋的路線。好，比如說我們就從家樂福淡新店，然後到桃園機場，我們來試試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它的建議路線就寫出來了，然後到桃園機場大概是46分鐘，然後你看如果按照原本的路徑的話，要走56分鐘，所以大概是省了10幾分鐘左右。那大家如果自己是住在新市鎮或是靠沙崙附近的人，也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去試試看哦。今天登上淡江大橋，住在淡水已經每天看，但是上橋後的感覺完全不同。首先你會被它的巨大震懾到，無論是白色的鋼索、超大的造型景觀路燈，以及200多公尺的主橋塔，這個建造過程真的是超不容易。懸臂機鋼結塊和鋼索的結合，不需要橋墩就可以把橋支撐起來。這種震撼的感覺，仿佛之前我在美國看舊金山大橋的那個樣子。但是淡江大橋它更多了一種曲線流動感。扎哈哈蒂的設計真的很美，這也是他這一生當中留下的最後一個作品。未來只能看到他團隊設計的作品了。看到主橋塔設計的第一眼，很像是埃菲爾鐵塔，但是它的意思其實是雙手合十的意思。然後最有創意的就是由低到高，而且傾斜角度不同的景觀燈柱，完全呼應了主橋塔，也呼應了這座橋在淡水的流動性。做到世界創舉的就是，它是世界最大的單塔不對稱斜張橋。考量淡水夕陽落下的位置，所以它必須要設計成不對稱，才不會擋到夕陽。必須說，當時的工程團隊真的很厲害，真的和扎哈哈蒂當時設計圖設計的如出一轍，曲線的地方以及橋頂那個長得很像葉的樣子都做出來。但是唯一和設計圖最大的差別就是主橋塔的顏色。如果橋塔它可以是純白的話，我覺得會更好，和整個橋它的顏色是更搭的。通車之後當然很開心，但是也有難過的一點。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享受漁人碼頭它附近這種寧靜的感覺，很適合散步跟休息。但是通車之後，它需要一天分擔將近30%關渡大橋的車流，所以只能說交通跟慢活的步調就是要取捨。接着我想要講一下務實面我看到的問題。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車道分布的大小。機車道它真的超級小，它的寬度只有2公尺，甚至比人行道加自行車道合在一起的5公尺來得更窄。汽車2線道加起來的話是7公尺，機車道等於它一個車道的寬度只有汽車道的將近一半而已。當然可以理解它是接台61的高架道路，所以如果你要通勤去台北的人，然後騎機車，一定還是會走台2線。但是你起碼至少也設計的跟人行道一樣寬吧。在第2點講到的就是橋的鋼索設計，它鋼索的着落點剛好就是在機車道上面，所以等於說原本2公尺的寬度，它又會因為橋的主體，然後又被犧牲了一點，所以坦白說看起來真的是蠻危險的。第2個我看到的就是淡水端下橋的部分，淡水端下橋主要是接沙崙路跟中正路，但是這2條路其實都不是一條很大的路，都蠻小一條，加上它十字路口很短。等於我們橋一右轉之後，在很短的距離又會遇到一個紅燈，所以車流就很容易會卡住。照理來說，這麼大的橋梁，你右轉或是直走之後所遇到的紅綠燈應該要隔得更久，而不是馬上就遇到一個紅綠燈。所以你不管是從哪邊上下橋，都會累積很大的車流。而且我覺得最主要的塞車瓶頸會卡在中正路往中山路的交叉口那邊，一邊是往油車口，一邊是往新市鎮跟三芝的交叉口。但是無論如何，這個對新市鎮和沙崙的居民10分鐘內上高架已經比過去好太多了。最後我想要感謝3個頻道，松哥生活頻道、鍾炳榮以及養羊生活紀事，他們在這幾年當中認真追蹤淡江大橋以及淡北道路的進度，有時候閒下來的時候我也會點進去看一下工程進度。這麼多年的工程能一直持續記錄下去，真的是非常值得佩服。影片最後想要問大家，你喜歡淡江大橋的設計嗎？歡迎在留言底下告訴我。通車之後我會再實際開車一次，再一起看看到底能不能解決塞車問題吧。